本期节目由海瑞克公司赞助播出。行业先锋海瑞克，革新地下空间建设，让地下工程更快、更稳、更智能。在过去的20年里，你一直为荷兰的咨询公司在中国的市场耕耘。这20年里面，你感觉到，中国的市场对你们外国的公司来说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变化？我感觉有点起伏。2005年啊，真的是20年前，那时候我们公司在中国还有4个分公司，到14年啊，这逐渐就把其中的3家都卖掉了，只保留了上海1家公司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公司总体来说对中国是看好的，但是呢，业务呢，就是因为随着中国的政策的变化以及项目的多少啊，最多的时候我们公司在中国也有100多人啊，现在就很少人了，只有1个公司了。不光是老外影响啊，中国的公司、本地的公司也一样的受影响，业务就少了很多了。我认为啊，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，这个20年里面，中国的这个咨询的队伍也在成长起来，能力更强了，原来做不到的。从最开始的向老外更多的学习，到我们并行，到现在向老外学习的东西少了，我们必须在我们非常有优势的领域，在中国才能站住脚。其实是这样，未来啊，我认为，也许现在已经发生了，就是中国的企业可能在国际市场上还和你们公司竞争，对吧？对的。另外一个变化是中国公司走出去的越来越多，那么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啊，越来越多的看到中国公司的身影，但是都是一些央企啊，大央企，是他们走出去，他们不怕失败。那其实中国企业啊，就是也有这样的宏伟目标，就是想在世界上有更多的一席之地。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，因为我们的技术确实在不断的进步，但是怎么样去适应这个国际市场，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公司又可以更多的跟国内的企业在合作，对，在学习国际工程的。有这样一种困难，不光是你们，比如说荷兰公司在中国做咨询，和中国公司到国外做咨询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困难，那就是跨文化交流。这个上面的挑战主要是哪些方面？我的感觉，我自己挑战最大的啊，不是这个项目能不能做成，做成都没问题，但是你能不能做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，就是你能不能解决双方的文化差异。在刚开始几年，我不是特别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就是老是被卡壳。那么我们这些桥梁和平台啊，就像您和我这样的，在中国生活了这么久，当然对中国的文化是了解的，又在国外也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也知道国外的文化，但是你怎么在2个公司都互相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，在合作的情况下，让他们能够融合到一起做好一个项目，这个解决文化差异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哪怕是在这个业务上啊，那个在这钱的问题上，谈的就是很艰难，但是呢，礼节上的东西不会因为这个受到影响。这一点呢，我个人感觉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有的。我体会最深的是吧，以前我们在新加坡 NEC， 他们在这个新加坡跟我们隧道公司的那个项目上还有打官司的，这是一面。另外一面的话呢，我在城建集团呢和他们公司呢又在合作的，就是说相互呢派员到对面去实习一段时间交流的。你看，就是说完全是可以说这2家公司一边在打官司一边在合作。如果是中国人来说，你比如说现在好多大的企业欠款，那些小公司不敢轻易打官司，然后怕什么？怕得罪人家了，以后我就没机会再从他那里拿到项目了。这个是不是一种文化的差异？对啊，还有比如说中国和荷兰很重要的一个差异，荷兰人特别直接，
他跟你评价工作的时候，直接指出你哪里。但中国人的文化就是比较迂回，这种文化就是一定要互相了解。那么，有的时候如果中国人这种表达方式让老外呢，他会就听不明白，你是表扬我还是批评我，还是批评我哪里，他不清楚，有时候会生气。但是呢，如果老外直截了当的跟中国人讲你哪里不好，中国人心里受不了。好像没给面子。我其实就是说，不光是我作为中国人，综合的这个文化差异。我今天其实前2天刚跟我荷兰的同事，他在中国，我就问他在国际合作项目你最大的挑战，他说也是文化。他比如说他从荷兰飞到以色列，那以色列当地的规矩，他们当地人的想法又不一样。他说他们当地人是抱团，他们听会。听完以后，他们然后内部商量以后，他们都搞不清楚怎么突然开会没人了，他们去内部商量，然后再回来给一个最后的。其实我跟你说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我现在在那个印度尼西亚，印度尼西亚人是怎么样，知道吧？你跟他讲一件事情，比如说他心里呢，不同意，但是他感觉到当着你的面说不同意是对你最大的不尊重，然后他也还是给你点头。你看这个文化的差异，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。哎，怎么上次跟他讲了，他也对我笑眯眯的这个点头了，结果他实际上他没有去做下去。其实因为人家心里根本就没有同意你。是，还有一个，就是在做国际项目的时候，使用的是国际标准。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某个国家做的项目，用的是英标，同样一条标准。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，这个是会发生的，我也碰到过。就因为这个问题呢，在一个项目里面呢，中国的公司是设计单位，我们公司是咨询单位，两个公司的专家或者设计人员因为一条标准的理解不同而吵架，是吗？闹得很不愉快，甚至就是我还被调到那个项目去协调，才发现并不是原则性的问题。中国人就会以为啊，你老是卡我的脖子，我做的一点都没错。但是荷兰人会觉得你这个地方没符合标准是他的理解，然后其实通过在沟通在交流以后才发现，其实大家都是对的，只是理解不同。其实就是书面的沟通多，见面的交流少。就是我提交的设计文件，我们公司提交了审查意见，然后一看不对，我不同意改，那对方说我坚持要改，就是说这种书面的交流太多了。搞来搞去，几个月一搞，把时间都搞掉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当面的交流啊，也还是在任何历史阶段啊，都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以后也不能期待人工智能来替代我们交流。